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麒麟。上期说到，被饿狼打到自闭的超合金黑光，在甜心假面和性感囚犯的鼓舞下，重新振作了起来。一众英雄们也终于决定要联手抗敌了。看来一场顶尖的大混战是在所难免了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赶快进入我们的解说时刻。正在众人商讨对策时，又有人赶到了。居然会在这里遇到，那也算是我们吧。原来正是邦古兄弟和吹雪，又有了新的战力加入，原子武士当然很高兴了。但一旁的童弟却一脸震惊，赶忙询问道：“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哈哈，分明已经将我们排除在计划之外了，所以很不可思议，对吧？童弟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邦古没参加，不是因为联系不上吗？童弟支支吾吾的不敢回答，倒是邦古替他做出了解释，大概是担心我会对饿狼心存不忍吧。哈哈，单看之前的战斗，的确会有所怀疑。不过无需担心，我会担起责任，亲手将饿狼扼杀的。也多亏了你，我才能以英雄之外的身份解决这件事。不让我参加这次作战是非常明智的选择，谢谢，少年。虽然邦古这么说了，但童弟心里还是很愧疚。就在这时，一道惊慌的声音打断了他们。原来吹雪正在恳求各位赶紧去救简些吧，因为他知道此刻的龙卷肯定早已经意识模糊了，没有人比他更了解龙卷了。巨大的石柱顶上，龙卷双手撑开，支撑着防护罩的运行。可正如吹雪所言，此刻的龙卷两眼泛白，显然已经没有了意识，仅仅是凭身体的本能在支撑着。而另一边，驱动骑士和赛克斯的追逐战还在继续。多次尝试后，赛克斯才明白，只要有这个防护罩在，他就别想逃出去。眼下唯一的办法便是先干掉龙卷。能量炮冲龙卷飞了过去。驱动骑士显然也发现了赛克斯的意图，立马就变化形态挡下了炮弹，但有一枚炮弹绕过来他的防线，眼看着就要击中龙卷了。突然间，一道光束将其拦截了下来。原来是杰诺斯赶到了。龙卷，晕过去了吗？意识模糊之际，还在支撑着防护罩的运行。究竟是怎样的执念，让他如此拼尽全力呢？18年前，在某个研究设施里，研究所里的合成兽样本暴走，开始了大肆破坏。就在所有人逃难之际，101号房间里，一个小脑袋探出头来，大喊着“不要丢下他呀！”但负责研究所的所长头也不回地说道：“这个树枝已经到达极限了，不用管它，优先把还有可能性的实验体搬出去。”听着远去的脚步声和越来越近的怪物喘息声，这一切似乎都不重要了，根本就没有人在乎他的死活。静静的等待死亡来临，但半晌后却一切都安静了下来。好了，可以。紧逼着赛克斯，两架机体直冲向地面，飞进了巨大裂缝里。被强行撕裂开的地底中，一会儿断裂的隧道口出现在两人眼前，
战斗很快便转入了这狭小的空间里。原来这正是赛克斯计划好的，他直接向头顶射出了光束，妄图毁掉这隧道来阻止驱动骑士，但似乎这对于驱动骑士来说并没有什么用。这样下去可不行，赛克斯又从身体里放出了一些大车细胞，在这狭小的隧道里，多少能延缓驱动骑士的速度。驱动骑士当然也认出了这是怪人王大蛇的细胞，要不是当初龙卷下手太狠，自己早就能回收这些细胞样本了。但如今说这些也没用了，两人的行动轨迹很快被龙泉捕捉到了，他手指一挥，赛克斯眼前的路被拦腰截断，千钧一发之际，他的身躯一分为二，绕开了拦截点。可刚恢复身体，身前又砸下来一堆石块，下一刻他又化作一只狡黠的壁虎，蹦跳着躲开了。而驱动骑士一边，一会儿变换摩托车，一会儿强行开路，比赛克斯也好不到哪儿去。很快，随着地下隧道的上升，两人又重新出现在了地表上。就在这时，一道身影突然出现在赛克斯身旁，定睛一看，竟然是杰诺斯。抓住时机，杰诺斯一个飞跃，直接趴在了赛克斯的机体上。受到了杰诺斯的影响，很快就被驱动骑士追了上来，砰的一声转变了形态。同一时间，赛克斯也控制着大蛇细胞向杰诺斯发起了攻击。只见驱动骑士也爬了上来，替杰诺斯挡下了身后的攻击，两人的胸口处同时亮起了白光。这精妙的配合，赛克斯已然是躲不了了。难道这场战斗就要结束了吗？那隐藏在地底深处绝对的恶和初次合作的 S 级众人们又扮演着怎样的身份呢？那么到这里，一拳第181话就结束了。短短的一话直接让战斗燃了起来。这样的结尾，再结合上一话的内容，看来距离饿狼的出场已经不远了。那也意味着距离奇遇的出场也还是遥遥无期呢。倒是爆破的频繁出现，再加上给了这个东西的特写，总感觉又是重要的伏笔呢。好了，喜欢本期视频的别忘了关注和订阅哦。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是秦，我们下期再见。